洪五爷不管萧长坤的事了。裴会长惊呼一声，道：可是他之前对萧长坤那可是非常尊敬的。我们去天香府吃饭，他不仅把最好的包厢拿出来，还主动送了酒，主动来敬酒。他老婆摆摆手，道：老裴，你在书画协会这种养老的文艺单位待久了，嗅觉灵敏度真是大大下降。就算两口子昨天睡在一起，今天也有可能拔刀相向，更何况他们俩。说着，老婆又道：而且你要知道，那张二毛可是他洪五爷的军师，结果萧长坤跟他一起勾兑设套诈骗这种烂事，洪五爷能高兴吗？而且按张二毛朋友圈说的，诈骗来的钱都进了萧长坤的口袋，这证明什么？证明张二毛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当了萧长坤的马仔，替他萧长坤鞍前马后。他萧长坤敢把洪五爷的军师当马仔用，而且还闹出这么大的丑闻，洪五爷脸上能挂得住吗？这种时候，洪五爷一生气，肯定就顺势跟萧长坤决裂了啊！裴会长听到这里，惊呼道：老婆，那按你的意思，洪五爷现在已经不在乎萧长坤的死活了？肯定啊。老婆道：他要是在乎，刚才肯定会表明态度，人家都不让你给他打电话了，就是不想管这件事，又不愿意明说而已。我去。裴会长咬着嘴唇，有些郁闷地说道：早知道他是这个态度，我就不给萧长坤打保票了。我想保他个副会长的位置，无非就是讨好一下洪五爷，也免得洪五爷将来怪罪。可现在洪五爷都懒得管他，我又何苦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帮他呢？是啊，老婆不假思索地说道，既然洪五爷都已经表态了，这件事情你就根本不需要帮他。而且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只要帮他了，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就是在袒护他，这一定会给你留下画饼。你要是能在这件事情上秉公处理，肯定能给你自己赢得一波好的口碑。说着，老婆又忍不住提醒他道：老裴啊，有些事情你也不能过于乐观，你要考虑一件事，就是万一你这回升不上去怎么办？升不上去？裴会长咂咂嘴，要是升不上去，就只能继续在书画协会干了。老婆点点头，又问：如果你将来还要继续留在书画协会，那你这一次究竟是徇私舞弊，还是秉公处理，就将直接影响你以后在协会的威严和地位。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萧长坤而影响你自己的形象。裴会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尴尬地说道：可我都已经答应他了呀。老婆反问：答应怎么了？答应别人的事情可多了。我妹妹当初买房要借钱，我也答应她了，可是她扭头要借200万，我能给她吗？她卖了旧房换新房，一共也就补200万的差价。你说她找我借100万也说得过去啊，200万全开口找我借，那合着不成了我帮她换房了吗？亲姐妹也没有这么张嘴的啊。她既然好意思开这个口，那我就好意思拒绝。裴会长问他：那你的意思，我干脆就不费劲去保萧长坤了呗？老婆出主意道：你不是让他发邮件请辞吗？他只要把那邮件发了，你就借坡下驴同意他辞职不就行了吗？裴会长有些为难地说道：这也太孙子了吧，我让他发邮件请辞，是先把常务副会长的位置让出来，然后再去跟那几个副会长斡旋，大家内部问题内部解决，萧长坤让一步，大家进一步，皆大欢喜。可我要是直接把萧长坤落掉了，这不跟银行恶意抽贷一个性质吗？他知道我耍了他，还不得恨死我啊？你怕什么啊？老婆有些不悦地问他：你就这么怕他萧长坤恨你吗？我亲妹妹现在恨我恨得牙痒痒，我说什么了？他就是再恨我，这钱我也不可能借给他啊。我要是怕他恨我，把200万给他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自己1分钱没出，换了新房，然后今年装修，明年换车，后年孩子娶媳妇，大后年孩子生孙子，花钱的事儿一茬接着一茬，这200万3、5年甚至10年8年都未必能还给咱们。200万我什么都不干，就放在万能账户里，按照合同3.5%的保底，1年就是7万块的利息，
不算利滚利，10年就是70万，这钱谁补给我？我可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说着，他又说道：你现在帮萧长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洪五爷不管他了，也不可能因此记你的好。你保他还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而且你因为保了他，必然落得一个徇私舞弊、包庇下属的坏名声。以后在书画协会，这就是你的把柄。万一哪天你手底下那几个副会长想把你弄下来，写一封举报信，你就完了。裴会长惊出一身冷汗，连忙道：要这么说，那我肯定不能再保他了。说罢，他长叹一声，道：罢了，这种时候肯定都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也不怪我对萧长坤不仗义，只怪他自己做事不经大脑，给他自己惹出麻烦。此时的萧长坤也已经编写完了自己的请辞邮件，他还是知道要脸的，所以邮件只发给了裴会长一人，没有抄送其他成员。裴会长收到邮件，立刻打开看了看，萧长坤的措辞是他自己的个人原因，决定请辞常务副会长一职，请裴会长予以批准。按照之前的打算，裴会长明天会召集下面的副会长开会，把邮件给他们看一看，然后跟他们说清楚。萧长坤一人下，他们几人上，这件事就此打住，皆大欢喜。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打算保萧长坤了，所以萧长坤这封请辞邮件就刚好成了自己跟萧长坤割裂关系的好机会。他原本可以直截了当的回复邮件，在邮件里批准萧长坤的请辞，这样一来，萧长坤就可以收拾收拾，从协会滚蛋了。但是他又怕萧长坤大半夜跑来找自己麻烦，结合萧长坤明天一早还要坐飞机回迪拜，所以他便决定明天再批准萧长坤的请辞，这样萧长坤知道的时候人已经到迪拜了，也能给他几天时间好好消化消化。于是萧长坤的请辞邮件刚发出去，没5分钟，裴会长就回复了邮件。萧长坤点开一看，只见裴会长回复道：萧副会长主动请辞，对我们协会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过萧副会长的个人情况和意愿我们也要尊重，所以请所有副会长明天早晨10点整到我办公室来开会，一起商讨一下这件事情。萧长坤还在纳闷，怎么裴会长回复自己的邮件要让其他副会长去办公室开会，紧接着再仔细一看，裴会长竟然抄送了所有人。回复邮件时抄送所有人，就等于把自己发的那封邮件也转发给了其他人。萧长坤心里觉得这种事情会长和几个副会长内部讨论就可以，完全不必要抄送所有人，于是便赶紧在微信上发语音问裴会长：裴会长，您刚才回复邮件抄送了所有人，是不是不小心点错了啊？裴会长回复道：长坤，你这件事儿其实大家早都知道了，所以也没必要藏着掖着，这样才能显得咱们做事公正公开。你放心吧，明天的会议我会跟几个会长慎重讨论的。萧长坤一想，裴会长说的也有道理，自己那点事儿在古玩圈和文艺圈早就人尽皆知了，也确实没必要在协会内部藏着掖着，反正是做戏，做给所有人看其实更有说服力。于是他便放下心来，对裴会长说道：裴会长，我明天上午的飞机回迪拜，这边的事儿就拜托您了。裴会长说道：长坤，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办妥当的。萧长坤也不疑有他，笑呵呵地说道：那就辛苦您了，裴会长，等我回来一定请您天香府好好喝一顿。裴会长听完他这条信息，不由嘟囔道：还天香府呢？洪五爷都不搭理你了，说不定以后在天香府你还没有我好使呢。叹了口气，裴会长把手机丢到一边，自我安慰般的对老婆说道：我这也不算落井下石，毕竟诈骗的事儿是萧长坤自己做出来的，对吧老婆？他老婆忙道：你当然不是落井下石了，你只是及时跟他划清界限而已。我看啊，你明天也别召集那几个副会长开小会了，你干脆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开个全员大会，然后就萧长坤还要不要留在协会这件事
搞个协会全员举手表决，看看大家的意思。要是大家都觉得肖长坤跟张二毛办的这事儿不要紧，希望把他留下，那你也不用愁了，直接把他留下就好。但要是大家都表态希望他离开书画协会，你也不用完全背这个锅，毕竟是全员的决定，你也算能给自己挡一挡。裴会长接话道，我这么跟你说吧，肖长坤就算没出这个事儿，搞全员表决他肯定也得走人，他在我们协会里面人缘最差，都知道他没什么专业水平，纯粹的滥竽充数。我以前提他上来也是顶了很大的压力。他老婆点点头，笑道，那正好，这次就算是借刀杀人了。他要是事后来找你追问，你就说这是大家的意思，你也没办法，谁让那诈骗的事儿是他自己办的呢？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怪不到你头上。